King crab。你知道吃帝王蟹吃到力竭是什么感觉吗？吃帝王蟹竟然吃到无聊了。我是苏满多，一觉醒来之後，我和托萊福來到了挪威的瓦爾德，這是一個只有2000人的小鎮。我們在這兒只用了5分鐘，就解鎖了世界上最危險的工作——帝王蟹捕撈，以及體驗了當地人那些奇怪的食物。我們依舊在雪地裡揮霍着北歐帶給我們的快樂，當然也聽說了一些有關黑魔法和巫師的荒誕歷史。還不等機呀？他們在等機長呼喚吧？機長剛剛過去。哦，機長剛上飛機。這是我們從特羅姆瑟飛往瓦爾德的航班，有點說道。首先，它這個座位是 free 的，也就是說，上了飛機之後隨便坐。把那個電腦拿出那個包才將放進行李架裡。是的。這個行李架就這麼個狀態。起飛後能不能？咱們坐這兒，外面是螺旋桨。待會兒萬一有極光的話，咱們就看不見了。等下一站的時候，如果有人下去，我們趕緊換個座位。其次，這個飛機它真的是有大座的。在我的印象中，早年間有人預測過這個事兒。乘務員站起人喊：“快上快上，有大座啊，有大座！”我第一次見飛機最後一排有大座的。最後，我們這個航班它是存在站這個概念的。就比如我們吧，總共要坐3站，也就是這個飛機要起降、起降再起降。第1站到了，好多人下，不用下了，半個小時就起飛了。我飛了40分鐘，停半個小時。我們就要迎來第2次起飛了。第2程20分鐘就到了。那就是還沒飛起來呢就到了。发了个巧克力，真是没想到還有巧克力吃。我們又到站了，飛機上的乘客越來越少。我們馬上就要進入最後一次航程了，第3次起飛。而且整個航程只需要7分鐘。那還有必要起飛嗎？我們下飛機這地方叫巴德瑟，是芬馬克郡的首府。挪威一共有15個郡，芬馬克是其中之一。我們要抵達的瓦爾德是郡下的小鎮，需要從巴德瑟開車1個小時，這也是整個挪威最東邊的小鎮。Yes。我們今天又有新的任務，又換上這身衣服。好熱呀，但在海上很保暖，防風保暖。在瓦爾德的第1天，我們從捕撈帝王蟹開始。如果我們捕不到帝王蟹，是不是中午就沒得吃了？啊，這麼慘嗎？我們肯定捕得到，因為這裡非常多帝王蟹。我們曾經在世界的最南端吃過帝王蟹，這回要在最北端吃帝王蟹。是的，我們要騎馬座。這是我第一次以騎馬的姿勢坐船。誰不是呢？啊，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捕帝王蟹，之前只是吃。在我的認知中，捕帝王蟹一直是最危險的工作之一，但可能是門派不同吧。我們今天倒是一片祥和。哇，有哎，哇，好大一隻！哇 Hello, okay. Here is 1, 2, 3, 4. 4? Oh my god. 4 or 5. 5. 這是我們的午飯。And how much for one? How much for one in market? How much for one? This is approximately 3.5-4 kilo. The fisherman gets 600 kroner per kilo. That's what the fisherman gets. Yeah. All right. How often do you eat king crab? How often I eat? Once a week. Once a week. Yeah. How to cook? How to cook? Yeah. I think it's approximately salt water with a little bit sugar.
啊 And you have to take only the legs off. 哦 Boil in boiling water for like 10-15 minutes. Yeah. On the side. 上一次我手里拿着帝王蟹是熟的，这次拿着是活的。哇，他抓住我的相机了。No, no, this is the camera. What's the camera? 也，哇，他是哦，好了。这片海域叫做巴伦支海，是北冰洋的边缘海域，气候相对温和，再加上帝王蟹在这里密度极高，所以捕帝王蟹在这儿几乎就成了休闲项目，也成了全镇的支柱产业。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加工厂，螃蟹工厂。螃蟹工厂，要全副武装。这个好大个一只。 啊，是软的，哇，好像比刚刚那个更大个。对，大很多，大很多。这个多重啊？6公斤吗？我现在身边全都是帝王蟹，那边就一个池子就有1000只。她叫 Maria， 是这家工厂的老板，属于是顿顿都能吃上帝王蟹的极品人类。How many crabs in this room? I think it's like 8 tons. 8 tons. And this line, Yes. here. Here. Yeah, all this line. This. 他说这条线是他的耳朵，他可以听到。Hello。素素，你看这个帝王蟹，它的颜色是与众不同的，有一点淡淡的紫色，我觉得2000只出现1只。原来帝王蟹不仅好吃，它还好看，你看好漂亮。This one 18 years old. 这是一只18岁的帝王蟹。学过一点点数学的都应该能看得出来，帝王蟹只有6条腿，而在我们的常识中，螃蟹一般是8条腿的。其实这也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I have a question. Yes. Why does king crab have 6 legs? Actually, king crab is not a crab. It's not the crab family. But here, I will try to find it other. Yeah. Small one. 小只的在里面。This is number 4. But they don't need. They need just to clean inside. 一句话总结就是，那2条腿退化了。帝王蟹不是真正的螃蟹，这个说起来就有点深了。说点简单的吧。记得我在之前南极的视频里提到过，帝王蟹属于是入侵物种，繁殖能力贼强。本来是北极的生物，活活一路升到南极去了。所以说，吃帝王蟹相当于是造福人类，积福报了属于。刚才捞上来那几只也算是有缘，我们也会对他们负责到底的。King crab. Yeah. And I was in Hong Kong to taste the king crab. Oh, too much. Yeah. Salt. Too much flavor. Yeah. Yeah. I think. Yeah. Because it's a very expensive. King crab is expensive, so don't hide the taste. It's what I think. Yeah. I can show you what we do. Okay. This is the shoulder. I think the best meat is in the shoulder. And then we have the middle leg. It's called merus. And then you have this leg. It's like this. Wow. 还要开动了。刚才厨师说这儿的肉是最好吃的。是的，而且这儿是肩膀。它动的最多，最有人性，很新鲜。那我觉得什么都不用加，它就很好吃了。哇，哎，这个比你那个更肥美，肌肉更饱满一点，跟我教练似的。你那个跟我似的。有点相似，但是还是。太美妙了，还真是不蘸酱是最好吃的。
抠出来一个完整的蟹腿，虽然小，但是完整。你在看什么？没有，我怕溅我一脸。我选了一个这么大的。其实想一想，这顿饭吃的还是挺单调的。只有帝王蟹。来吧，展示一下。壮观吗？哎呀，我吃帝王蟹竟然吃到无聊了。不可否认，这顿午餐单调且乏味。但想起来本集后半段，可能还有一段更单調乏味的，我打字的手都不禁顫抖了起来。我刚才是不是笑出聲了？不好意思啊。我们又要去骑雪地摩托了。做个动作，再来一个。 So normally we drive from here to a lake, like a water that is on ice. Maybe we will find some place that you can dry yourself. 在瓦尔德，我能深切感觉到，人类才是这儿的稀有物种。小鎮有600平方公里，卻只住着2000人，所以本地人要學會的，那就是多才多藝、身兼數職了。OK， 往那邊挪一下。好，他說看不見我們了，讓我們往那邊一點。 素素，你在幹嘛？這好舒服啊！3月下旬的瓦爾德，白晝很長，我們在荒無人煙的雪原揮霍着時間，只為等待夜晚的降臨，為的是去碰碰運氣。瓦爾德位於北緯70度，處於極光橢圓帶範圍裡，而且這天天氣也不錯，我們也不太困，所以你明白我那意思吧？今天呢，是我們來到挪威之後第一次去追極光，專門的追極光之旅，希望我們今天好運。哇，好多人都拿着三腳架出發了。是的，今天的可能性很高啊。對，雲有點厚啊。看運氣吧。會的，會有的。我們的司機好像就是個極光獵人。 是的，他剛才說他在電視上看極光。是的。有一些，你看，已開始有了。哇，已經看出極光了。我身後這半個天空都是極光。準備好許願了嗎？1、2、3，看！在古羅馬神話裡。 歐若拉是掌管黎明的女神，她將人間的祈願帶到神域。1619年，當伽利略記錄北極天空這種發光現象的時候，首次用歐若拉為極光定名。從此，無數人奔赴挪威，只為在北歐的冬夜裡等一場歐若拉的降臨。又是新的一天，現在呢，我們要坐船去鳥島，但是不一定能去啊，這個天瞬息萬變的。天氣還可以，我們應該能夠順利抵達鳥島。有點冷，風很大。哇，這麼多鳥，鳥太多了。 然後我剛才來的時候發現身上好多鳥屎，可能是之前的誰留下的。I would recommend to go a little further because there we can see the puffin. OK. The puffin with the. 下雪了，所以天上飛的不只有鳥糞，還有雪花。現在。
這是霍恩島，鳥多到可以貼臉飛，但一年之中大部分時間，這座島都是空的，只有每年4到8月，無数海鳥一路趕到这里，為他們子孫後代的事忙活着。整座島在北歐都應該算是現象級的婚戀交友平台了。可是我覺得在島上最漂亮的鳥就是它們。這種鳥是我們一直在找的，叫做北極海鷹，很有特點，但也很可惜，我們只發現了這一隻，真不知道它該如何熬過這個尷尬又寒冷的白天。你看這外國老爺爺們，一個個老法師拿的那個機器太横了吧，跟暖水瓶似的那麼大。我們在暴風雪還不算太暴的時候回到了鎮上，記得早晨出來的時候還沒這麼白。這是我們小潛艇吧？看，我們要在暴風雪當中走进這一艘可愛的半潛艇，它不會完全的沉下去，所以它是一個半潛艇。然後我們會下到下面，可以看到海裡面的世界。這個司機呢，也是剛剛的司機，所以他什麼都會開。007呀！哎，对，這也是昨天的那個摩托車的時候的雪地摩托車时候在保護我們的那個人。我們現在已經走進了這個半潛艇的內部，現在我們出發了。我們把海豹招來了。是的，它好胖啊！來了来了！哦哦！我們为了能看到海豹呢，就要不停的先把這個窗玻璃這個擦一下。嗨嗨！哦，我們坐了個潛艇出來，整個世界都變白了。你看我的頭髮。玩了一上午，寶寶肚肚很快就打雷了。我們換了一家餐廳，映入眼簾的除了枯燥乏味的現撈海鮮以外，還有一張熟悉的面孔。Welcome. My name is Tor Emil. As you can see, I'm a chef. I'm also one of the owner of the hotel. This building is a school. School for fish, chefs, waiters. So here to learn all about fish. So coming students from all over Norway to learn about fish. Tor Emil 合夥的那家酒店，也是我們住的那家，名叫 Destination Vardø， 是瓦爾德唯一的酒店。我們這幾天吃的、喝的、玩的、樂的，基本上都是他們提供的。It's the co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are living here in Vardø. If this disappears, if there's no more cod, no more people here. 海豹肉，海豹肉，刚看到那麼可愛的海豹。這個是第二個是鯨魚肉，幫我拿一個。Do you also want king crabs? 這個是鯨魚肉。今天呢，我們這一餐是維京壽司，然後很多這個魚都是我們第一次吃，像這個海豹肉，這個是鯨魚肉，這個是魚子，然後這個是 fish cake， 魚蛋糕。對，啊，我來嘗一下海豹肉，這個海豹肉顏色很深，對，我就第一次體驗，就是像肝的味道，就豬肝的那個味道，然後它又有點乾。我來嘗嘗這個鯨魚。我再來試試這個，就是鯨魚肉，沒什麼味兒，說實話，也有點像乾，是吧？然後有點柴。好了，該正式吃飯了。今天的主食依舊是帝王蟹腿。So it just means it's really, really fresh. 啊，所以它是一個很新鮮的。OK, thank you。我剛剛打開了這個帝王蟹的這個腿啊，然後發現上面都是這個灰色的一層，然後我就問他們這是怎麼回事，他說沒有見過，然後他就拿去問廚師，他說這個說明它非常的新鮮，所以完全沒有問題。然後我選中了一個很新鮮的，但是你看這個就完全不一樣，它的很紅，顏色更深一些。哎呀，每天都在吃帝王蟹，好無奈啊！來了，king crab來了，我就是你們的king crab了。我們剛吃完飯出來之後呢，就是放晴了。剛剛還是暴風雪，現在大晴天，而且雪基本上都快化光了。挪威千變萬化的天氣，讓人真的是又喜歡又無可奈何。
我有種錯覺，總覺得挪威的天氣好像能看透我們的心情，它總在特定的场合變換一種背景顏色。因為就在我們午後散步的時候，天氣又一次由晴轉陰，而這時我們正好穿過一片墓地，朝着一個有關死亡和審判的紀念館走去。So my great-great-grandfather, he had a boat and sailed to Russia back in the days. 从这儿能遠遠的看見海對面的山，然後我從地圖上看，根據那個比例尺，差不多也就是60多公里，那邊就是俄羅斯了。然後挪威應該是唯一和俄羅斯接壤，但沒有和俄羅斯打過仗的國家。第一次感到北歐的這種蕭瑟感。你看我身後這個建築，你能想象它其實是一個博物館嗎？它其實是為了紀念曾經被迫害的女巫所建立的。你看，我覺得它其實像一個立起來的倒立的船，被建在這個凜冽的北歐之境。雖然我現在還沒有進去，我就覺得有一點孤獨，還有點悲慘。咱們去看看吧。走吧，走。1617年，一場風暴在瓦爾德所在的芬馬克郡肆虐，海上的幾十名漁民身亡。人們沒有將原因歸結於氣候，而是認為是女巫操控了天氣。於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芬馬克郡有100多人被指控犯有巫術罪，其中91人被處死，大多是女性，大多判的是火刑。而這種刑罰在歐洲前後300年的歷史裡發生了不少於5萬次。這個走廊裡邊有91個這樣的小窗戶，這個小窗戶從這兒能看到外邊。我猜測這個燈啊，可能是為了給女巫的靈魂指引方向用的。牆上有好多文字，記載的是每一個女巫的名字。我剛才向導跟我們講，當年就是把很多女性全都扔到海裡，然後呢手腳綁起來。如果這個女性沉下去了，那就沉下去了；如果飄起來了，說明她就是女巫。然後把它撈上來，然後再活活燒死。這就是當年北歐的一段比較淒慘的歷史。紀念館旁邊還有一間玻璃房，說實話，剛進去我就心頭一緊。房子裡的每樣元素，我都能猜到它的用途。矗立的幾面鏡子，大概是為了將女巫靈魂裡所謂的惡魔驅趕出來的儀器。但站在椅子前面的人，除了在鏡子裡看見自己和同類，可能根本看不到什麼所謂的惡魔吧。這就是我們在瓦爾德的全部經歷了。接下來，我們將登上一艘遊輪，一路穿越極光、風暴和峽灣，最終抵達羅夫敦群島。那是一個我認為只在童話裡出現過的地方。